我真的覺得就是一個出差好幫手，是讓你的眼睛變得比較有神。美國的飯店呢是不會附，超推薦大家去買這個，可以非常好的控制。Hello， 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支影片呢是要來跟大家 unbox 我的行李，那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呢，我是帶了一個20寸的行李箱，然後主要右邊這一區呢就是放我的衣物，然後左邊這一區呢是放一些彩妝保養品，然後還有一些雜物的部分。那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看，因為我這一次出差呢是沒有含3餐的，所以我就帶了一些小餅乾。這個的話呢是在 Costco 買的雙蛋黃月餅，然後跟一些水果酥，就當做是小點心跟早餐。另外我還在 Costco 買了它的莓果乾糧麵包，這個非常的好吃，推薦給大家。再來這一袋呢就是盥洗用具，那我就不特別打開了，因為我發現裡面好像有東西流出來，我怕整個倒出來會染到我的其他東西。再來這一包呢是我的保養品包。首先的話呢，我帶的是一個精華液，它主打的呢就是保濕的部分。再來是眼霜，也一樣是韓國的牌子。然後我很喜歡這支眼霜的原因是因為它非常的滋潤，因為我的眼下非常的乾，所以我需要比較滋潤的產品，這樣子我上妝的時候才不會卡紋。再來這個呢是我拿來擦身體的乳液，它非常的滋潤，可是吸收的很快，所以我平常春夏秋冬身體我都是用它。那如果冬天因為空氣再更乾一點，我會再搭配一個更保濕的乳液上去，但是基本上身體乳都是用這个。再來呢是宝拉甄选的防曬，那它的話通常就是我妝前使用的。它除了有防曬功能之外，它也是個面霜，質地也不會黏膩，也不會跟後續的底妝打架。再來這個呢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韓國號稱是空姐噴霧的一個保濕。我通常用它就是洗臉之後，然後快速的噴在我的臉上。我有時候也會把它噴在我上妝的粉撲，這樣子拍上臉的時候呢，會覺得底妝會更服帖。理膚寶水的 B5， 我真的覺得就是一個出差好幫手，因為它可以隨時在你皮膚出狀況，例如說有點過敏啊、起紅疹之類的，你擦它非常的有效。有時候你的臉會突然變得非常的乾，即便你該上的保濕都上了，你也敷了面膜了，你的臉還是很不舒服。那我覺得 B5 就是一個屬於可以急救使用的面霜，所以我出差的時候也一定會帶 B5。然後再來呢，帶了4片的眼膜，然後這個的話是Grace and Stella， 也一樣是在 Costco 買的。粉紅色的話是主打保濕，金色的話呢是讓你的眼睛變得比較有神，藍色的話呢緩解你的眼部周遭的黑眼圈啊或是暗沉。早上敷完它們之後，再上後續的眼妝，都完全不會有卡粉的問題，而且就是它的眼膜是偏比較厚的，是果凍狀的，所以我覺得是非常貼在你的眼睛上的。然後它也不會因為它比較厚、比較重，比較容易滑落，它就是會乖乖待在你的臉上，所以非常推薦。然後再來呢是 Wet Brush， 這個是梳子，它乾濕髮都可以用。然後你頭髮打結的時候使用它，就是會非常的柔順，然後不會把很多頭髮給扯下來，所以推薦。好，再來呢就是我帶了5天份的面膜 ，Mediheal 的面膜跟自然堂的保濕面膜。保濕產品是非常適合你出差的時候應付各種的皮膚狀況的產品，所以我這一次帶的所有面膜都是保濕面膜。再來呢，就是我還帶了拖鞋。美國的飯店呢是不會附贈拖鞋的，因為他們蠻習慣就是把鞋子踩進房間裡面，所以我通常都會自備拖鞋。再來是我的藥品的部分，都裝在一個袋子裡。然後我最近出門都會自己帶咖啡，因為我有點咖啡成癮。然後我不想要就是每一次出差的時候，就是早上買一杯，中午買一杯，然後下午再買一杯。有時候就是可以早餐就自己泡這樣子，然後可以在房間待久一點，然後放鬆一下。再來就是我出門一定會帶指甲剪，因為我很容易有那種指甲會翹起來啊，或是指甲邊緣的皮會跑起來，所以我會自己帶指甲剪。隨身小香最近正在很努力的培養出門要噴香水的習慣，因為我喜歡身體香香的。
Oral-B 的電動牙刷，我覺得非常好用。另外一邊主要就是我的衣服類。首先呢，我就是帶了一件 Uniqlo 的防風外套，因為一整天都会在冷氣房裡面。然後再來是一件格紋襯衫，有時候防風外套可能真的有一點點太熱了，因為现在是夏天，我可以搭個襯衫，然後就是有造型又可以擋風。再來呢，就是跟大家隆重介紹，我覺得你的行李箱如果要盡可能的讓它變得整潔乾淨，又可以裝很多東西，超推薦大家去買這個無印良品的旅行收納袋，因為不同的大小你就可以順便做衣物的分類。例如說我这個是小尺寸的收納袋，那它的話我主要就是放我所有的內衣內褲，然後这個中的尺寸呢，我裡面放了4套衣服，它這個容量之大真的是嚇死人。然後再來我就是帶了一件 Morgan 的睡衣。好，影片的最後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化妝包带了什麼。我本身的肌膚的話呢是混合敏感肌，T 字部位会出油，但是我的兩頰，然後唇邊、眼下都是乾的。首先呢，我帶的這個是 Pernell 的妝前氣墊，裡面是長這個樣子。然後我覺得它酷的地方就是在於它上妝之後非常快會吸收，然後你的臉摸起來會感覺有一層薄薄的防護膜的感覺。然後之後搭配他們家的氣墊呢，完全不會打架，而且我反而覺得是有讓底妝變得更貼的感觉。然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拍在你的臉上会有一種冰冰涼涼的感覺，非常適合夏天的時候使用。再来我用的氣墊呢是 Pernell 的白色系列的气墊，我忘記它的本名是什麼了。然後我用的色號是17N。然後 Pernell 這個氣墊呢，算是我蠻常回購的，因為他們家的氣墊粉餅呢是有添加一些保濕的成分的，所以對於我這個就是在一些局部上是比較乾的人來說的話呢，感覺浮粉的狀況都不會太擔心，所以我還蠻喜歡用他們家的產品。Lily 百瑞的假彩，然後這個色號是11號。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呢，我覺得它用這種氣墊粉撲上臉之後呢，氣色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個無腦上妝的一個狀態，不會一上去之後你的整塊就是紅的，所以我還蠻喜歡的。Lily 百瑞的眼影這一盤我應該用了2年多3年了，然後我喜歡這個 Lily 百瑞的眼影呢，原因是第一個它不太會飛粉，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所有的顏色組合呢都是非常日常的，所以不論你今天只是上班的需求，或是晚上要去約會、要 party 什麼的，它所有的顏色都有涵蓋，它有亮片，然後也有霧面色的，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多功能場合都可以適用的一個眼影盤。橘朵的遮瑕盤給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話呢就是有鮭魚色，然後還有一個帶有綠色的一個粉膚色的遮瑕。這個鏡子有夠大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歡，所以有時候如果這個地方是沒有鏡子的話，我都會用它來上妝。再來這個是 Make Up For Ever 的 H100的高光粉，我主要就是會打在鼻翼旁邊的這一區，讓中間的臉可以蓬起來一點，然後讓眼下的部分有淚溝的地方也稍微蓬一點。然後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的亮粉不是那種誇大浮誇的那種打亮，它就是非常溫潤的打亮，不會讓人家覺得說，你怎麼這邊亮一塊，那邊亮一塊，它就是非常的融合在你的整個妝感裡面，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打亮。眼影棒是 Fenty Beauty 的 Amber， 然後這個色號呢是非常適合亞洲人的色號，雖然它看起來是非常粗的一根，可是我覺得它可以非常好的控制，它不會讓我覺得好像打陰影的地方黑掉，它是非常可以融入在我的膚色裡面的，但是又非常有效果。再來這個是 About Tone 的粉餅，我用的話是01號 Fair 這個色號，然後我喜歡它的原因呢，是因為它上去之後絕對不會跟你的底妝打架，不會有感覺好像一塊一塊的那種斑塊感。我覺得它的定妝效果算是非常好的，即便我擦嘴巴什麼的妝都還會在。然後我有時候也會就是單純直接用它當我的底妝，我覺得效果也蠻好的，就是非常適合日常。最後是眼線筆的部分，這是 Physicians Formula。然後我喜歡它的原因呢，是因為它的
頭非常好操控，我大部分都是畫在眼尾的地方，然後我覺得它的筆觸啊，然後還有各種掌控呢，都非常適合新手，所以對我來說，它是完全用起来不會有壓力的。最後的最後呢，是因為我最近很認真的在練習夾睫毛，所以我就说買一支睫毛膏。然後這支睫毛膏呢是橘朵的睫毛膏。我會買它的原因是因為我非常喜歡它的刷頭，它的刷頭是長這樣子的一根，然後不是那種刷子型的。因為我之前用刷子型的呢，非常容易會沾到眼皮其他的地方。那這樣子一根的一個狀態呢，就是我非常好可以拿捏它，就是只要涂到我的眼睫毛就好了。那它刷在睫毛上呢，也非常的自然，不会有那種就是变得你的睫毛整個變得非常黑啊，就是完全符合比較自然睫毛的狀態的一支睫毛膏。无印良品的睫毛夾，我買它已經買了非常久了，然後最近才開始努力的在使用。以上呢就是我5天4夜出差帶的所有行李啦。我覺得非常慶幸，是因為現在是夏天，所以你帶的衣物都比較薄，然後也不用帶很多的外套，所以20寸的行李箱对5天4夜來說，其實算是非常足夠。然後再加上我覺得有這一些行李收納袋呢，真的幫助我節省了非常多的空間。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出差好物，或者是例如說彩妝品啊、保養品，你會推薦，而且特別是你出遠門出去玩，你一定會帶的好物，再麻煩大家在底下跟我分享啦。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，大家拜拜。